汉惠帝刘盈，前211年或前210年，前188年9月26日，汉朝将营闭会为满。汉朝开国皇帝汉高帝刘邦和皇后吕氏之子。汉朝皇帝于前195年6月26日，前188年9月26日在位，在位7年，其正式谥号为孝惠皇帝。他的一生充满了磨难与悲剧色彩，其统治虽短，却在西汉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。惠帝在位期间，以温柔敦厚的个性，积极推行黄老学说，注重国家的休养生息和无为而治，解除文化专制政策，修筑长安城，为巩固西汉政权、安定社会、促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。惠帝在位时，朝政深受母亲吕后干预，由于吕后具有压制性的影响力，并成为实际统治者，因此司马迁《史记》未设孝惠本纪，反而设吕后本纪。由于有限的历史史料，加上其被吕后控制，史官为提高其异母弟汉文帝的地位，长期以来将惠帝视为一位人弱君主。由司马迁开始，古代学者称在位时深受吕后临朝听政控制，对惠帝往往不太注意，且他所有的儿子都被陈平、周勃、夏侯婴等大臣们在诛灭诸吕之际一同杀死灭口，更无子嗣可提，故只有偶尔宣扬其仁慈有爱的性格。坎坷早年，乱世之中地颠沛流离，刘盈的童年是在战乱中度过的。作为刘邦的嫡长子，他年幼时便跟随母亲吕雉在田中劳作。西元前205年，楚汉战争彭城之战爆发，刘邦大败，仓皇逃跑途中遇到刘盈姐弟，为了让马车跑得更快，绝情的父亲竟数次将亲生儿女踢下车，幸得夏侯婴下车收起，姐弟2人才得以幸存。这段被亲生父亲抛弃的经历，无疑在他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痕。战乱稍定后，刘盈被立为王太子，镇守后方岳阳。楚军风波，人弱性格与商山4号。刘邦称帝后，刘盈被立为皇太子，然而刘邦认为他性格人弱，不似自己，反而偏爱宠姬戚夫人所生的赵王刘如意，常欲废长立幼。这场楚魏之争令刘盈的母亲吕后极度恐慌，为了保住儿子的太子之位，吕后采纳张良的计策，不惜卑辞厚礼，请来了刘邦屡求不得的4大隐士，商山4号辅佐太子。在一次宴会上，商山4号跟随刘盈出席，刘邦见到大惊，知道太子羽翼已成，民心所向，从此彻底打消了改立太子的念头。这场风波虽然平息，但也让年幼的刘盈更深地感受到了宫廷斗争的残酷，以及自己命运被母亲牢牢掌控的现实。短暂的治世、宽仁为政与萧规曹随。西元前195年，16岁的刘盈继位，是为汉惠帝。在位期间，他延续了父亲刘邦的治国方略，推行与民休息的政策。政治上，先后重用萧何、曹参为相。曹参继任后，一切遵循萧何创立的法度，不做变更，史称萧规曹随，确保了政策执行的稳定性和连续性。文化上，废除了秦朝严苛的协书律，允许民间藏书，促进了思想文化的复苏，为后来的文景之治奠定了基础。经济与外交，继续鼓励生育，奖励耕织，并与匈奴保持和亲，维持了边境的和平，使国家能在安定的环境下恢复元气。可以说，在刘盈统治的数年间，西汉王朝的国力在平稳中逐步增强，精神崩溃，无法承受的人质之痛。尽管在国政上有所作为，但刘盈的个人生活却笼罩在母亲吕后的巨大阴影之下。吕后成为太后后，对昔日的情敌戚夫人展开了疯狂报复。他先毒死戚夫人的儿子赵王如意，再将戚夫人砍去手脚，挖去双眼，熏聋双耳，灌下哑药，丢入册中，称之为人质。吕后竟召来惠帝观看自己的杰作，
当刘盈得知这团血肉模糊的东西就是戚夫人时，遭受了极大的精神刺激，失声痛哭，随即大病一场，长达1年不能上朝。他派人对吕后说：“此非人所为，臣为太后子，终不能治天下。”从此，刘盈意志消沉，不再过问朝政，终日饮酒淫乐，将大权彻底交给了母亲。治国之政，清静无为与长安城的兴建，在刘盈看似不理朝政的表象下，西汉的国家机器依然在平稳运行。他在位期间，有2项重要的建设和政策值得关注。君臣对话，萧规曹随的由来。曹参接替萧何为相后，整日饮酒，看似无所作为。年轻的惠帝对此感到不满，认为曹参轻视自己。他让曹参的儿子，时任中大夫的曹竹回家试探性的询问父亲，不料曹参大怒，将儿子鞭笞了200下，并赶出门外。上朝时，惠帝为此责备曹参，曹参脱帽谢罪，并与惠帝有了一段流传千古的对话。曹参问：“陛下自查圣武孰与高低？您觉得自己与先帝相比，谁更英明神武？”惠帝答：“朕乃安敢忘先帝乎？我怎敢与先帝相比？”曹参又问：“陛下观臣能孰与萧何贤？您看我的才能与萧何相比，谁更高明？”惠帝坦诚：“君似不及也，您似乎比不上他。”曹参这才总结道：“陛下言之是也。且高帝与萧何定天下，法令既明，今陛下垂拱，参等守职，尊而勿失，不亦可乎？”陛下说的对，高皇帝与萧何平定天下，法令已经明确，如今陛下只需垂衣拱手，我们这些臣子恪守职责，遵循他们的法度而不失误，不就可以了吗？惠帝听后明白了曹参的用心，表示赞同。这段君臣之间的坦诚交流，正是萧规曹随的由来，也体现了惠帝从善如流、不固执己见的一面。长安城的郡公刘盈在位期间，完成了一项重要的都城建设。汉高祖刘邦虽定都长安，但当时的长安城规模简陋，甚至没有宫殿成员。惠帝3年，公元前192年，正是大规模征发劳役修筑长安城，工程历时数年。到惠帝5年，公元前190年，长安城终于全部竣工。这座宏伟的都城成为了西汉王朝此后200余年的政治中心，其规模建制对后世影响深远。个人生活，身不由己的婚姻与身后事的苍凉。刘盈的个人生活同样充满了吕后强势干预的悲剧色彩。有违人伦的政治婚姻，为了将权力牢牢控制在手中，吕后为年仅19岁的刘盈安排了一桩婚姻，对象竟是刘盈亲姐姐鲁元公主的女儿，年仅10岁左右的张嫣。从辈分上讲，张嫣是刘盈的亲外甥女。这段婚姻完全违背人伦，毫无感情可言。据史书记载，张嫣直至刘盈去世都未曾与他同房，自然也没有子嗣。这无疑是吕后强加给儿子的又一重精神枷锁。子嗣与权力斗争，刘盈虽然与皇后无子，但他与后宫美人共育有6个儿子：刘绛、淮阳王、刘不疑、常山王、刘山、襄城侯、刘朝、止侯、刘武、胡关侯，另有刘泰。然而，这些儿子在他死后都成为了吕后以及后来功臣集团的政治棋子。为了让皇位始终掌握在自己能控制的血脉中，吕后采取了一个极端手段，她杀死了其中一些孩子的生母，然后将他们交给皇后张嫣抚养，伪称是皇后所生。这种做法为她死后西汉政局的剧烈动荡埋下了伏笔。悲凉的结局。惠帝7年，公元前188年，年仅23岁或24岁的刘盈在未央宫驾崩。他死后，谥号孝惠皇帝，葬于安陵。在他短短的7年皇帝生涯中，虽然在国政上延续了休养生息的国策，为后来的文景之治打下了基础，但个人命运却完全被母亲吕后所左右，一生都未能走出那个强势女性的阴影。回顾刘盈的一生，
他更像是一个家在强悍的父亲、残忍的母亲以及开国功臣集团之间的一个悲剧人物。他本性善良仁厚，却生在权力最残酷的顶峰，他所承受的远超一个皇帝、一个儿子所能承受的极限。或许正如他对母亲所说的那句"此非人所为"，正是他对这个扭曲世界的最后一声无力抗议。刘盈天性仁厚，本可成为一位守成令主，却生在一个权力与人性激烈冲突的时代。作为儿子，他无法反抗母亲的强势；作为皇帝，他无力保护自己的兄弟。他短暂的一生，就像一面镜子，映照出西汉初年宫廷深处的冷酷与无奈。